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云顶集团跟丁 Berhad 的详细分析，反应非常热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继续分析云顶大马跟丁 Malaysia， 并看看他们的业绩和未来的走势。这也是之前答应过大家很久的影片。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云顶大马是云顶集团最大的收入来源，旗下掌管了云顶集团大多数的休闲与酒店业务，当中也包括了赌场。有看过之前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赌场收入对云顶集团的重要性，因为赌场收入占了云顶业绩的很大一份的收入。还没看的朋友记得等下回去补看。那么我们先来看云顶大马的公司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他们在马来西亚、美国、巴哈马群岛和英国的休闲与酒店业务，之后还有一些 property 地产。云顶大马的业务都很简单明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业绩的表现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季度的 1.4 个 billion 收入比起上个季度的 114.9 个 million 收入有着明显的增加，大概回到了疫情前的一半。可是盈利却还是属于亏损状态，这个季度总共亏了 704.6 个 million。 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云顶大马这个季度有着一个179个 million 的 impairment loss 和 other expenses 其他开销也比疫情前高，而这个62 million 的 share of result in an associate 在报告中也有提到是从 Empire Resort 那里来的亏损，所以这些就把这个季度本来盈利率都不高的盈利扣成了亏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季度的收入都来自哪里。从他们季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季度 1.4 billion 的收入有 1.1 billion 都来自云顶在马来西亚的产业，而英国和美国的产业暂时还在初期复苏的状态，但是还是比上个季度好，至少这个季度是有赚钱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结论就是，其实马来西亚的业务的复苏已经是处于一个蛮乐观的情况。那么可以看到的是，赌博业的收入已经开始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真正影响云顶马来西亚业务的是他们的酒店与非赌博业务。在报告中他们有解释到，他们一天的人流量也从大概疫情前的4万到6万人减少到了现在15000人一天。此外，前几个月政府又实施了 CMCO， 这也会导致云顶大马下个季度的业绩有所下滑，所以下个季度的业绩出来时大家不要被吓到。那么至于他们在英国和美国的业务，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开始在9月时重开了，但是云顶的赌场却在11月5日再次被关闭，而美国纽约的赌场则只允许从早上8点营业至晚上10点。云顶也有提到，其实像马来西亚的 Resort World Genting 和纽约的 Resort World New York City， 他们主要是靠本地的游客，所以可以看到很正面的复苏。而云顶在英国的业务是多数靠旅客，那么复苏会比其他业务来得慢。那么说完了他们的业务，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整体表现。首先吸引到小编眼球的就是云顶大马那引以为傲的现金流，但是这轮并没有什么好消息，因为他们的现金流从上个季度的 5.9 个 billion 突然间下跌至了 3.6 个 billion， 足足下跌了 2.3 billion， 也就是 38%。 而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还需要还他们的债务 repayment of borrowings， 这里就占了 1.5 个 billion， 而其他 asset 和 equity 其实都属于良好的水平。之后我们来看看云顶接下来的利好。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无意在实施大型封城令了，这将会为云顶高原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且现在不能出国旅行，云顶肯定成为其中一个本地人最佳的选择。此外，疫苗现在也开始在一些国家接种了。小编觉得其实疫苗有没有效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疫苗只不过是给人们信心，让人们觉得这个病有了解药，大家就能回到之前一样的生活了。因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并不高，只要疫苗没有太大的副作用，小编认为这个世界将很快回到正常的生活。当大家回归正常生活，旅游业相信也将会是最先复苏的领域，这也包括了云顶大马，所以大家忍一忍，很快就能回去做赌神了。
此外，云顶也很努力在疫情期间减去他们的成本，不然现在我们看到的亏损恐怕不止那么多。他们在报告中也有提到 Resort World New York City 的扩张也在顺利的进展着，相信400间新的房间明年就会阶段性的开始启用。那么利空方面，小编我是觉得因为 CMCO 的关系，下个季度的业绩很有可能会比这个季度差，但是以现在的股价，小编觉得大家都已经消化了这个坏消息。还有就是最近云顶传出了有人确诊，但是也应该只是短暂的影响而已。而外国方面就只有巴哈马的酒店还是处于关闭状态，云顶也表示他们会尽量降低成本以减少亏损。那么之后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他们会努力继续进行自我提升，以适应新的运营环境，并在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同时，确保 Resort World Genting 的客人、员工、社区的健康和安全。此外，他们也有提到他们将努力让户外旅游场在明年年中开张。可是云顶还是有说到他们对休闲和酒店的业务近期前景仍保持谨慎态度看待。那么至于股息方面，云顶大马的股息依然是非常诱人的，基本上每年都有16至20% 的股息，也就是大约7-8% 的股息。至于股价方面，其实云顶大马的股价已经算是从低谷的2令吉反弹了许多，而且这几天的疫苗的消息也让它起飞到了2令吉80仙。在这里恭喜之前有看我们10只疫情后会反弹的股票系列影片中分析云顶大马，然后有买入的朋友，现在你应该也有不错的回报了。那如果大家问小编现在还会是进场的时机吗？小编我是觉得云顶的业绩还没体现出盈利，而股价就已经升回将近疫情前的价格了，所以向上升的幅度已经比之前低了。反之，如果有坏消息，可能还会有下调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要计算好风险回报率 Risk to Reward Ratio， 做好自己的部署，切勿追高，宁可错过也不要买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么在这里小编也做了一个云顶产业之间的分析比较，里面记录了一些云顶产业的分析数据和云顶大马的基本面分析。有兴趣的朋友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like 这支影片，并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 然后在 Telegram Group 的 Pin Message 里索取这份文件，这是完全免费的哦，踊跃留言让我们知道哦。那么下一期小编将会为大家讲解马股这几年最火热的科技领域分析。如果你们想要看哪一家科技公司的解说，欢迎在下面踊跃留言，我们会选出一些最多人留言的公司来讲解，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